3万大军毁于一旦。看着军报的袁术气得满脸通红。现在3军主将几灵阵亡，军心肯定是在动荡之中。这个时候，他想起了孙策，这个可以接几灵位置的男人。伯服呢？去曲阿已经有些日子了，怎么还不回来？主公难道认为孙策还会回来吗？此话何意？孙策心怀大志，岂是甘于廊下之人？他是有意以玉玺换回自由之身。如在下估计不错，此刻的他也不再曲阿，而是另寻天地，一展拳脚了。呸！狼心狗肺的东西！永义至死也没有投降，实为我军之楷模。传令下去，城中禁止歌舞9乐，同为永义举哀。是。禀主公，曹操攻破小沛，吕布带着1000多残军扣关。真是犯困就有人送枕头啊！吕布勇猛，天下无双，正是上将军最合适人选。去，让他进关吧。爱军之将。哥哥多演练几遍。贞子妹妹不是说要回徐州一趟吗？你大哥担心你啊。他都等了这么久了，不介意多等几天。贞子妹妹好学的态度值得表扬，但我今天约了文姬妹妹畅谈化育天下的事，等我忙好回来，让你领略天人化身的滋味。在这个时代，世家传承的利器就是书籍，因为这些书籍能够培养出源源不断的人才，但不是人人都能看到学到。为了开启明智，弱化世家，家人决心要革新教育，这就离不开改进蔡伦纸和活字印刷术，再利用最强大脑的蔡文姬来复刻出足够教学的书籍。召姬妹妹才华惊人，若是能将你心中7000余卷文书都默写出来，便可让天下百姓都有书读了。其实我与先生想的一样，也希望有一天能教化天下百姓，广开民智。等第一批宣纸装订成册，就得辛苦召姬妹妹书写下来了。不辛苦，我会将心中记下的数千册书籍一一写下，只是想要让天下人人有书读，怕是要写到我头发都白了。没事，你只需写完心中所记，其他的事情交给我就可以了。只是这段日子，怕是难有时间跟文姬妹妹4手联弹了。如果先生想弹琴，随时可以来找我。哥哥多喝点，最近你有点虚。还不是托你的福，都快被你榨干了。对了，客厅有个女。Don't wanna sleep in, cause I got something to prove. I gotta take what I hate and finally make a move. I think of you and all the shit you don't do. Well, I'ma make hella sure that I don't become you. I have no regrets, yeah, I'll tie up my chest. I'll never forget what it's like to be in debt. Been stabbed in the back bed, I'll show you what happens. Pass me the mic and I'll show you with action. I feel this pain, you already know. Turn that to gains, let my money show. I've got these things that I can't let go. Watch
turn this life into something that you could never own. I feel this pain, you already know. Turn that to gains, let my money show. I've got these things that I can't let go. Watch me turn this life into something that you could never own. So fight and die for the things you know you love. Do what you think is right and see life do what you want. So fight and die for the things you know you love. Do what you think is right and see life do what you want. So give me all the scars, I'm a human being. Cover them with tattoos so you can't see. Knew it from the start, you had problems with me and the things I could be, I just wish I had seen. I feel this pain, you already know. Turn that to gains, let my money show. I've got these things that I can't let go. Watch me turn this life into something that you can never own. I feel this pain, you already know. Turn that to gains, let my money show. I've got these things that I can't let go. Watch me turn this life into something that you can never own. So fight and die for the things you know you love. Do what you think is right and see life do what you want. So fight and die for the things you know you love. 是他做法降雨，随烟徐走，还有在许昌领天兵2000破了元素3万大军，而且是全军覆没啊！哎呀，此人真是妖孽！陛下有旨，曹操收复徐州，荡平逆贼逃商。刘备与吕布功在社稷，拜丞相，封骠骑大将军。看似多此一举的册封，这是老曹的手段。随着以后功勋越来越多，丞相这个位置已不足以彰显他的功绩。到那时，是不是就该打破规矩，封个异姓王了？其次，虾仁被封为乙吴侯，此战其他有功之人皆有封赏。恭贺丞相收复徐州！恭贺丞相收复徐州！好啊！今晚你们要跟夏先生多多亲近，若无他的部署，我们如何能破徐州，能解许昌之危，能分兵击败吕布，收复小沛？来，夏先生，我先敬你。谢丞相。曹操开了个头，众人蜂拥而上，是要将虾仁放倒。畅饮到3更天，虾仁已经醉意醺醺，急需找床的他溜进了曹娥的房间，享受着醉卧美人兮的快乐。夏先生，丞相邀您过去。完了，被父亲发现了，怎么办？放心吧，没事，等我回来吃早餐。正经吗？绝对正经的，况且你现在是我的人，不正经也理所当然吧。怎么了，丞相？是淮南方向有什么动静吗？你怎么知道？呵呵，这还不好猜。现在袁绍跟公孙瓒在死磕，能让丞相紧张的也就一个袁术了。袁术这个傻逼，居然收了吕布做义子，拜了上将军，正在整顿三军。探马回报，近日吕布几番进出汝南，意欲有所行动。这袁术真是茅坑里点灯，找死啊！哦，只是吕布一人，不足为惧，就怕有我们没发现的眼睛也盯了过来。你是说刘表吗？呵呵，刘表不过是看家护院之犬，离开荆州估计都得迷路，他没这个胆量。丞相有没有关注过刘备去哪里了？还是你细心，我都把这人给忘记了。要是刘备去了荆州，撺掇刘表掺和进来，我们就麻烦了。我马上派人去探查。丞相要没什么事情，那我再去睡个回笼觉。其他的我可以不管，曹娥嫁过去必须是正妻。真的，我准备好3书6礼，马上迎娶。
早就垂涎3尺，不得不防。孩儿以为于公于私，我们都该有点动作才是。刘琦毕竟是刘表长子，他开口了，刘表便会掂量掂量。蔡家这些年对他的打压，刘表也是看在眼里的，心中有亏欠，正好这一次也算表示一下对他的鼓励吧。好吧，你点上3万兵马进驻南阳，视双方情况而动。记住，你的首要任务是守住荆州门户南阳，若无我军令，断不可将部队调离南阳。谢父亲。这一次我看你曹操还怎么分兵。祥德，你也跟着一起吧，孩子愚钝，也需要你这做叔叔的多担待一些。刘备领命。北有袁术8万淮南军，南有刘表3万荆州兵。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曹老板开始犯难了。身为曹操帐下第一谋士的我，自然不能坐视不理。呵呵，刘表嘛，不过是看家护院之犬，离开荆州估计都得迷路。最主要的还是刘备，此人胸怀大志，丞相不可小觑。禀丞相，依我所见，丞相可派人带天子诏书给蔡瑁，封他为车骑将军，并告知他刘备对荆州有不轨之心，意欲通过扶持刘琦从而控制荆州。蔡瑁嘛，此人贪财谋士，即便不嘎了刘备，想必荆州也再无刘备的立身之地。在下附议制裁之策。确实是好办法。夏先生怎么看？制裁的办法确实不错，不过瞎有一计，可彻底切断袁术与刘表之间的联系。夏先生有何妙策？快说来。呵呵，请丞相试想，袁术私藏玉玺，野心昭然若揭，若是上天再送一份祥瑞给袁术，挑起袁术自立为帝之心，到时刘表还敢与袁术为盟吗？此计甚妙，袁术一旦称帝，刘表定然不敢与之为伍。不过，如何才能天降祥瑞呢？这还不简单，鱼腹藏书，得玉玺者得天下。好，此计若成，刘表身为皇亲，断然不敢再与袁术联盟。这一计足够置袁术于死地啊！平日还总叫我老毒，跟他的毒计比起来，我简直是太善良了。那此事交给文和先生去办吧。教场上，高顺正带领着县阵营800精锐练兵，县阵之志有死无生的气势，让人不寒而栗。大伯，高顺真是个练兵将才，整个大汉能跟他掰手腕的屈指可数。呐，点字营的战力与县阵营差距还是不小，有高顺介入，能帮点字营提升不少战力。为了能诓到他，每天带他去一春院，某可是费了不少精气。为啥？二哥身体都虚了，吃腰子都不管事。憨批，有高顺帮你们练兵，你们俩就偷着乐吧。大伯，我的队伍还没有名字，请大哥为我立名。子龙，你的队伍主要是骑兵，干脆就叫龙香营吧。好名字，够霸气。好，就叫龙香营，我这就去把旗子竖起来。大
大哥，点子营有点普通了，给某也换一个霸气的。上阵打仗是为了助丞相扫清天下，还百姓一个太平盛世，干脆就叫打仗营吧。扎心了，大哥，这名字也太普通了，弄个符合我们气质的。呵呵，二弟三弟不是号称虎贲双雄吗？虎贲营怎么样？这名字好，虎贲营，龙翔虎贲，这好哟。你个憨皮，最近跟文姬不白学，还拽上词了。为了虾仁的安全，曹操让贴身保镖大师王悦教他剑术，并且将青红宝剑赠给了虾仁。每个少年都有一个仗剑走天涯的武侠梦，他也不例外。接下来的日子，他每天都在勤奋地学习剑法。这一日，他应蔡文姬邀请一起参加诗会。快看，大汉第一才女文姬姑娘，真是个绝代佳人啊！他旁边的那位是谁？那是夏先生，曹公的军师祭酒。设计破徐州，谢许昌之威，分兵击败吕布，收复小沛，就是他。不错，就是他。曹公曾夸赞他是天纵奇才，一人可当百万军。这两人还真是郎才女貌啊！哟，这不是夏先生吗？久闻夏先生用兵如神，韬略无敌，但今日我们这是诗词会，也是会友，我担心夏先生无用武之地啊！哟呵，小子皮啊，毛给你紧解。钟公子，我也知道些诗文，请问下你们是以什么为题作诗呢？看来夏先生还真是想赋诗。那好，今日我们的题目是花。别说我们提醒你，今日在场之人都是学过武车，夏先生若是强出头，只怕会出丑。小子，算你倒霉，刚学的剑法正好拿你练练手。无所谓出丑不出丑，陪你们玩玩。不过我有个习惯，一边舞剑一边吟诗。好，那就请吧。青红剑一出，剑芒犹如利刃切开了钟玉的衣服，留下一道道伤口。一首诗念完，再看钟玉已经躺在地上瑟瑟发抖，周围的士子们全都看傻了眼。哇，好帅啊！大哥这剑舞的真花哨，不实用。都是当想的，给点面积了。各位觉得我这诗如何？可还有谁不服？还有谁？哎呀，夏先生此时气势如虹，荡气回肠，此时堪称是千古绝唱啊！好，那我就不打扰你们的雅兴了。憨皮，走了。钟家将事情告到曹老板那边，对这个在财力人力上都支持他创业的世家，好生安抚一番，自己亲赴虾府兴师问罪。听说你今天又舞剑又作诗，大大的露脸啊！呵呵，这点小事丞相都知道了。剑法学得怎么样？不敢说通神，收放自如，还是能办到的。王岳大师夸你很有天赋，是个天生的剑胚。我见你一脸，那也是王岳大师教的好啊。今天做的诗呢，拿出来看看。好，大气磅礴，耐人寻味。曹老板审视着这篇来自唐朝的大作，心中感慨万千。对于打伤钟玉的事情绝口没提。三人闲聊几句，带着这首佳作离开了。明天见了人该怎么说，知道吗？父亲到虾府痛斥先生恣意妄为，无故打伤钟家公子，并责罚他没有父亲的手令不准离开许昌城半步。先生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承诺以后绝不再犯。好，你要记住，像夏先生这种洒脱的性格，日后免不了会惹一些事端。我们可以睁只眼闭只眼，但该安抚的时候也得安抚。记住了。知道吗？袁术称帝了，差点没把我笑死。我们都知道袁术暗藏帝王之心，可是他还没有勇气跨出这一步。没想到夏先生一记迂腐藏玉，就把他推入深渊。义父的玉玺就是天意让您敬畏大统，如今天授玉佩，就是再次给您的信号，您不能再拖下去了。他已经延续400年，如今天命已尽，若是义父再推辞，天下百姓不知何日才能重享太平。孩儿恳请义父承天顺命，开创大统。袁术手上死死地攥着玉佩和玉玺，内心已经掀起了惊涛骇浪，根本听不见下面一帮老臣的劝阻。这一年，袁术改元称帝，国号仲嘉，封吕布为上将军，领天下兵马，并大肆封赏各路诸侯。荆州急报，袁术称帝了。这下坏了，
袁术一旦称帝，那我们就不可能继续与之为盟，而曹操便会打着除贼的名号，堂而皇之的与袁术决战。我们若是插手，便是篡逆。估计父亲很快就会派人来传我们回襄阳，这次回去，只怕再也没有机会出来了。哦，公子呀，你此时若是回去，只怕迟早会遭到蔡瑁的毒害。原本我们是希望帮着你利用这次机会立些军功，拉起军中威望，以后也好让蔡瑁有些顾忌。看来真是天不遂人愿。怕个鸟啊！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就在这待着。俺就不信他蔡瑁敢带兵来，他要敢来，俺就出去捅他几个透明窟窿。三弟此言差矣，明公下令，公子若是不回，便是不孝。那要不公子称病不回？就算公子肯称病，难道让大哥也称病吗？若是大哥也不回去，岂不是负了明公的嘱托，也负了大哥的仁义之名？二哥，你要这么说，俺可就不同意了。要是大哥送公子回去，那就是害了公子，难道这就不是负了仁义吗？两兄弟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默契的双簧把刘琦带得一愣一愣。而自始至终，刘备都没有说一句话。皇叔，您要拿个主意啊？公子，这是景生兄的家事，我是万万不敢干预的。公子，你可以称病不回。我称病不回，若是皇叔走了，我一人终究是不成气候的。公子，荆州的书信送到南阳来，你是第一个看到的。有些内容你不想让大哥看到，就没必要转述了。哦，要打仗了，你先回徐州吧，跟你家人报个平安。知道了。战场凶险，哥哥自己要小心。呵呵，珍儿妹妹放心，我是去战场指挥，动脑子的，明白吗？打打杀杀的事情轮不到我干。珍儿等你回来。哎，哥哥，你是不是喜欢昭姬姐姐啊？我看你最近跟她走得有点近。哟，珍儿妹妹吃醋了。以哥哥的本领，未来必然是会位极人臣的，三妻四妾理所应当。我吃什么醋？就是问问。呵呵，我跟昭姬妹妹的感情是很纯洁的，管鲍之交可深可浅，明白吧？哥哥这张嘴还真不是一般的厉害。瞎说，嘴上功夫我肯定不如贞子妹妹。哥哥，珍儿想吃早餐。先生，出大事了，先生。家里着火了吗？不是，丞相的出征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我可是先生的人。这么大的事情，如果都没有我的份，不知道的会误以为先生在丞相那连这点面子都没有。这事是我跟丞相要求的。先生为何如此待我？自徐州开始，我与先生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交浅言深。先生伟岸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如星辰日月，时刻在心。我原以为先生已将我引为知己，可先生如今却对我弃如敝履。呵呵，我这么安排自然有我的用意。这一次我有一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此事若是办成，你就是破元的头功。我就知道先生留我是有大用，请先生安排吧。前世熟知历史的他，当然知道泽荣对佛教颇有研究，这个计划的实施非他莫属。泽荣听完面露难色，瘫坐在地。按照我说的做就行，还有问题吗？可不可以不去？哟呵，没活你逼逼喂喂，有活给你你推脱不干，怎么怕了？不是我贪生怕死，吕布他们都认识我，虽说赵灵不算小，可万一遇上了，他还不摘了我的荔枝。我想这是最好是找个生面孔去办。你是在叫我怎么做事吗？先生，我真不是那个意思。怕人认出来，那还不好办。你这胡子刮了，头发也剃了，再换身衣服，保管谁也认不出你。先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可不敢毁伤啊。二弟、三弟，好了。哎，别哭了！这件事情如果办成了，我保你位列九卿。先生是怎么知道我信奉佛教的？剃了头发伪装成和尚，不仅可以掩人目，而且也不会耽误先生的计划。
快出发吧！等袁术的5万大军一到，赵灵就该封锁城门了。先生保重，我不在你身边，天凉要记得添衣。我在赵灵等您，再见面的时候，我要看到你胖。稳住呀！给我上！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不开，不开，我不开。嘿嘿，妈妈没回来，谁来也不开。王八羔子，你出来！有本事开门决战！你过来呀！不死！袁术率8万大军试图攻占灵隐，曹操率5万大军坚守城池不回应他挑战，于是派人每天去城下骂阵挑衅，把老曹祖上3代都给问候了一个遍。老曹就是不为所动，袁术没办法，只能先采取斗江的方式来震慑曹军。我要做缩头乌龟，快快出来，和我吕布决一死战！陛下，曹贼吴信竟派出3名敌将，我们也再去2人支援大将军吗？哼，不必。奉贤儿的勇猛是你无法预料的，瞪大眼睛瞧着吧。做好准备，情况不对，我们就扑上去救回温侯。放心吧，我们准备好了。夏先生，你以为此战如何？丞相放心，吕布绝对撑不过50回合。温侯久违了，典韦，徐说我们是虎贲双雄。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今天能死在我方天画戟之下，亦是尔等的荣幸。嘿，没礼貌！今天必须让你长记性。吕布，今天你要是能活着回去，以后要记住，只要俺们哥仨在的地方，就是你的禁区。拿命来战！交战即巅峰，方天画戟在3把武器之间周旋，爆裂的金戈碰撞声如同惊雷不断。3人火力全开的情况下，他竟然能一一挡下所有杀招。30招之后，吕布渐渐体力不支，面对3人的是大力沉的一击，赤兔马失控的嘶鸣，双腿跪倒在了地上。之人。丞相，袁术这是在围点打援，目的就是引诱我军去救援叶县，然后他们扳倒伏击罢了。夏先生怎么看？既然都知道他们设伏了，不妨想一想，此去叶县什么地方最适合设伏？那里能藏兵多少？我们不就能顺势而为了？有一处鹿鸣山适合伏兵，不是什么大山，藏兵过不了8000。袁术把我当成了这条鱼，我也把他当成了这条鱼，就看是谁钓谁了。以你们看谁去合适？吕布在斗江时丢了颜面，此次埋伏他肯定会出现，所以最好是子胜、仲康和子龙3人都去吧。好，这才你去安排吧。温侯，典韦一人领军前来。既然来了，就安葬在这里吧。兄弟们，冲！还有什么遗言要交代？有机会的话，我会替你转述曹操的。不长记性。
这怎么可能？人生3大乐事，喝酒吃腰子揍吕布。吕布，我大哥早已识破你的计策，下马受降吧！弟兄们，鱼死网破，跟他们拼了！文远，快撤！我晕！呸！渣男！主将跑了，淮南军彻底崩塌，纷纷缴械投降。战场之上，只剩下一人一马一枪还在血战。吕布丢下你跑了，你为何不跑？哼，废话少说，来吧，是条汉子，带回去让丞相发落吧。三人冲上去，一个技能就将张辽擒住。此战收降卒3000，还把围攻叶县的主将乔蕤、副将陈兰也给生擒了。想知道什么？你倒是问啊！主将乔蕤被抓后一心求死，不太可能招降。想知道援军的情报，只能从这个陈兰身上下功夫。主将乔蕤已经把援营的布防、暗哨全都告诉我们了。你身为副将，还能比他知道的多吗？留你何用？三弟，送他上路吧！当。你是诸葛瞎扯淡，怎么会是你？我操，要穿帮了！文远将军，徐州匆匆一别，今日再见，已是物是人非。虾仁将当初在徐州山洞与吕灵起发生的丑事娓娓道来，众人听完捧腹大笑。经过一番劝说，张辽心动了。这里有昔日的袍泽，有天纵奇才虾仁，有礼贤下士的曹操。他觉得自己再坚持就有些不知抬举了。先生，末将有一事相求。文远但说无妨。小姐毕竟与你一夜夫妻，他日温侯若有不测，末将请求先生救小姐一命。哈哈，小事一桩，我答应你了。谢先生。吕布2仗2败，尤其这次鹿鸣山围点打援，全军覆没，还折了2员大将。袁术震怒，免去大将军之职，罚军帐80，到赵陵去负责押运粮草。这一日，赵陵城下，一队拉满了圆鼓鼓麻布袋子的粮车正朝着援军大营出发。该死的袁术，以为你只是说说而已，你还真敢让我来押运粮草？哈，好义父，孩儿都给你一笔一笔记着呢。我们乃陛下麾下亲兵，奉命前来查粮。这声音好熟。操！哟呵，意外之喜啊！老弟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了。你们3个小垃圾，是不是平时上厕所都一起啊？哼，不跟你们玩了。溜了！吕布策动赤兔马，毫不犹豫地跑了。3人看傻眼了。不过对这家伙一看到哥仨就跑路的觉悟，他们还是很欣赏的。接下来曹军的一次冲锋，运粮小队就被肃清了。吕布单人单骑马不停蹄地回到大营。父皇，粮车被劫了。你说什么？父皇，粮车确实被曹军劫走了，但此事颇为奇怪。曹军是怎么知道我运粮的路线和时间的？孩儿猜测必然是乔蕤或者陈兰透露给曹操的。鹿鸣山一役，他们都被曹军俘虏。这么说来，全是他们的责任，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孩儿不敢，没能护住粮车，孩儿死罪。
请父皇降罪。哼，凤仙啊，你说说你，斗将你败了，鹿鸣山围点打援你也败了，这次让你去押运粮草，你能眼睁睁看着曹军把粮草给劫走了，你说你还能干点啥？算了，不说了，说多了伤感情，拖出去80军棍。父皇，5天前的80军过孩儿的伤还没好透，再搁一个地方霍霍，孩儿真的受不了。痛吗？那也比朕心痛要好。没事，就算抬，朕也会让人把你抬回赵陵去的。插出去！陛下，吸取粮草，劫了也就劫了，伤不到我们的筋骨，还请陛下不要动怒。如今粮草被劫，若是曹军围营，我们可就麻烦了。传令下去，今夜2更天，大军陆续撤回赵陵。遵命。丞相，我打算让文远和伯平带着县阵营去鲁阳。你还是不放心刘备，他自诩皇族后裔，难道敢在这种时候冒天下之大不韪，从背后对我们下手？呵呵，刘备可没这么傻，不过冲到许昌就走陛下的念头，他肯定是有的。况且伯平与文远又不愿在战场上与吕布相遇，在这里帮不上什么忙。眼下袁术势力即将分崩离析，就更用不上他们了，不如去鲁阳帮子效，文和减轻点压力。袁术势力即将分崩离析是怎么回事？我到目前为止还没看出袁术的败相。只要袁术回到少陵城，必将万劫不复。这么说来，夏先生又有援军。丞相，渔父藏书还有下半句是什么？狐鸣篝火。那请丞相拭目以待，很快就能看到援军出现了。出征前，我记得你把泽荣的名字从名单上抹去了，他是不是在赵陵城内？呵呵，果然还是瞒不过丞相。好啊，夏先生手段真是惊为天人。你去看看怎么回事。将军，小人可不敢去。滚，没用的东西。先生，我没有辜负你的厚望，卧薪尝胆这几个月，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袁术，我来渡你升天吧。袁军军心击碎成了齑粉，估计袁术自己都失了斗志，以1块10倍比得过10万大军。无非一兵一卒，便将袁术逼入绝境之中。就算是管仲愿意用兵，也未必过此。我有先生辅佐，何愁天下不定？
呵呵，丞相谬赞了，现在的袁术已经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接下来只需要每日带兵去城关下骂阵，我估算逃兵还会继续增加，我们坐收渔人之利就可以了。骂阵我熟，我去。猫也去。好，准了。赵灵城天降石碑事件已经过去足足14天，董承的探子才把情报送到许昌。袁术一介匹夫，妄想窃夺天子之位，岂能不遭天谴？陛下，此事殊不简单。国舅此言何意？据探子称，他得知这个消息后，并没有立刻回来禀报，没几日便在临颍城里得到了另外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什么消息？原来羽父藏书、篝火狐鸣和天降石碑都是下人在背后一手操纵，他这是伪造天机，将袁术一步一步逼入万丈深渊啊！妖孽啊，竟然能设计到这种地步，此人才是真是神鬼难测啊！还有个好消息，刘皇叔已经到了荆州，而且被荆州牧刘表派遣到了南阳，随行还有3万大军。既然如此，为何皇叔迟迟没有行动？此事不难理解，袁术称帝，曹贼是奉旨讨逆。若是此时皇叔与曹贼的兵马站到一起，那岂不是公然篡逆了？微臣提议，由陛下亲自手书一封，对皇叔小以大义，让他放下心中的包袱，只管带兵冲到许昌迎驾。微臣附议。为了能让刘备安心来救，刘协写下了一封血书，一份充满血泪的请援书，为保证将他安全顺利地带出皇宫，让董贵妃将血书缝制在董承的腰带中。完事后，几人又在开始憧憬未来了，只有刘协充耳不闻。陛下为何深思不属？可是有何担心的事情？朕始终还是有点担心那下人。他现在在临颍，况且袁术还有几万大军与曹操正面交灼，难不成他一个人跑回来？空城计的事你们忘了，当时他不就是带着2000兵马就把纪灵的3万大军都逼入死地？陛下所虑极是，可惜此子被曹贼蛊惑，决意与他同流合污。皇后，上次你亲自到他府上，可探明了他的深浅？陛下，臣妾没来得及探他的深浅，他便想探臣妾的深浅了。皇后，这个深浅是什么意思啊？没什么。陛下，臣妾以为他书不简单，对功名利禄皆是无欲无求。难道他就没提什么要求？朕相信，只要是人就有追求。他说他要女人，要普天之下独一无二的女人。能让天纵奇才看中的，肯定不是普通的女人。可要说天底下都是独一无二的，那这个问题可就太难回答了。到底怎么样的女人会是天底下独一无二的？好了，众爱卿都回去想想，什么样的女人是天底下独一无二的？当务之急，先把信送给皇叔。是。袁术称帝，曹操奉诏率王师讨伐。如今袁术大军被围困赵灵城，因篝火狐鸣这件事，城内人心惶惶。面对如此境遇，吕布认为自己重振旗鼓的机会来了。吕布，你想干什么？请父皇不要紧张，眼下曹军蠢蠢欲动，孩儿这是有备无患。哈哈，听说凤仙儿近日来吃住都在军营，为朕重新稳固了军心。好啊，朕打算立你为太子，将来继承朕的大业。父皇啊，你就别画饼了，孩儿家中的柜子都装不下了。哼，这就忍不住要露出你的真面目了，是吗？凤仙儿这是怪朕呢。好，朕现在就拟旨。袁术奋笔疾书一番后，拿出传国玉玺，稳稳地盖了上去，只期望先稳住吕布，等局面好转再来收拾他。从这一刻开始，你吕凤仙就是众家皇朝的第1任太子。谢父皇隆恩。凤仙儿，朕决定了，重整旗鼓，带着弟兄们冲出赵灵城。只要回到淮南，我们就胜利了。但这很难，朕知道这比登天还难。朕现在唯一能依靠的就是你了。请父皇放心，此事包在孩儿的身上，孩儿定能带着弟兄们回到淮南。但是现在军中士气涣散，孩儿还欠缺一物来凝聚军心。说吧，不管任何东西，朕都给你。父皇的项上人头能借否？吕布，你果然要反！来人，嘎了他！
凤仙为何如此啊？你我情同父子，亲密无间，为何要如此啊？义父，你说奇怪不？丁原和董卓死之前说的也是这句话。原来天下义父对自己的意思都是一样的。你就不怕朕的大军不放过你吗？哼，知道吗，义父？我等这一天可是等得太久了，今日总算是美梦成真。义父不要害怕，我出手干脆，你不会受苦的。孩儿吕凤仙，恭送义父升天。看着袁术连死都要攥在手上的玉玺，想起陈宫的话，一向随心所欲的吕布出奇的没有去碰他。
却一立于不败。刚才这番话就是给他们一条活路，免得我们攻城的时候他们死战不降，平添伤亡。再者，大哥这么做可以摧毁他们本就动荡不安的军心，这就是大哥的诛心计。没想到皇叔竟有此等手腕，今天我真是大开眼界了。时辰已到，奉旨剿贼，开整。大战一触即发。此时曹操远在赵陵城，只有1万步甲可用。面对刘备的偷袭，虾仁建议分兵，自己带8000人赶赴河口，抵挡刘备的进攻。曹操带着2000兵回许昌，准备应对前方关隘失守的情况。大哥，到襄城地界了，最多再走2天半就能抵达河口关。这次可是要跟刘备正面接触，子龙心里作何感想？大哥放心，我们干的是为天下苍生平息战火的大事，我与刘使君那点私人感情影响不了。呵呵，那就好。先生，有一枚夫人找你。哇哦，皇后娘娘好雅兴啊，跑这散步来了。上回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上次不是说过吗？我要天底下独一无二的女人，娘娘考虑的怎么样？你当真是喜欢本宫啊？对，本娜娘娘很像我一个朋友。原来是我长得像她的心上人，没看出来她还是个痴情人。她是谁？你说，本宫自会替你找出来。她叫不知火舞，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好，只要你放弃救援，本宫就答应你一次。就一次啊？哼，那你还想几次？怎么也得10次8次吧。你说什么？娘娘，如果我是你，为了陛下，为了大汉国祚，别说10次8次，就算100次，也会毫不犹豫的答应。像娘娘这种不愿意为大汉牺牲的人，是永远也没办法中兴大汉的。哼，一件下作粗鄙到极致的事情，你竟然能说得如此慷慨激昂、义正言辞，本宫见过不要脸的，似你这般颠鸾倒凤之人，我从未见过。颠鸾倒凤，这是什么姿势？呵呵，自古多情空余恨，此恨绵绵无绝期。皇后你不懂爱。好了，我要赶路了，子孝他们还等着我去救援呢。真是有病。对了，请娘娘回宫后替微臣带个话给陛下，让他不用等刘备了，有我在，他刘备能不能活着离开颍川都是个问题。呸，渣男！刘备连破4关直逼许昌，虾仁到河口时，正赶上刘备准备攻破这最后的屏障。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 I got facts over tracks, this and that. Spitting slow, spitting fast. I could roast, I could gas. Think I'm okay at last, but I don'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 And the pettiness,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 Hilarious, you think you're worth my time, you're delirious. Mysterious,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 Inferior, you know I'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 Get off of me, this ain't no humble brag. I want you to hear words, you can say them back. I want you to feel free from the chains at last, and to believe in what you got, it was built to last, yeah.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Gonna learn the consequence of being incompetent. Mental health is confidence, dreams and some modestness. I'm not here to save the day, that's for you to take away. I could play a million mind games, but instead I say something not illogical, something that is topical. Rub it on and watch it go, make yourself unstoppable. Dreams are irresponsible, but they're always possible. If you just believe, you could be so remarkable. Thoughts in my head, a collage and they spread. I'll be great one day, going off of my meds. No, I'm not giving up, no, I'm not giving in. I will make it to the
top, taking off in the wind, I gotta make it. I'm saving every day to taste it. I'm patient, but my mind, it can hardly take it. I'm chasing a dream that I've had for several ages. A vacant, modern kingdom for the taking.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位立寸功，只会摇舌聒噪，一条断脊之犬，敢在我军阵前一音狂吠，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还有你们这群荆州兵，我家先生姑念你等受了大耳贼的蒙蔽，不愿立刻出手，否则一声令下，轮等转瞬间变成齑粉，灰飞烟灭。到了那步田地，大耳贼你的身上又要背负数万亡魂呐！你一生真是作恶多端，罪孽难消，死后有何颜面见大汉先帝？若是你能迷途知返，卸甲来降，我以大鸿胪的身份保你在许昌有一席之地，继续之席范旅，岂不美哉？大哥，我的天哪！夏先生还没出手，只是他的跟班就把皇叔骂死了吗？快撤，快退兵！我操！我以前还真是看走眼了，没想到你骂人功夫这么好。哪里是我厉害？刚才那些话都是先生在路上教我的。毕竟先生身份尊贵，总不能像个骂街的市井之徒吗？哈哈，还得是从你嘴里说出来更有威力一些。你声情并茂，会声传神，我可比不了你。先生，荆州军溃散而逃，不如趁此机会一鼓作气将其拿下。呐，没想到事情会这么顺利，今夜确实是偷袭的好时机，去准备吧。大梦起兮龙飞翔。刘备被泽容气得吐血晕倒，回到大寨后，他心生一计，利用假死来诱敌出关，聚而歼之。此时整个大营都披麻戴孝，传来阵阵哭声。很快，这个消息传到了河口关。先生不必想了，无敌可破。是哪个蠢货把火折子丢草垛上了吗？
一阵箭雨从天而降，紧接着张辽、高顺、曹仁、夏侯渊等人也趁势冲出，几人肆意地挥舞着手中的兵器，在县阵营的刀锋之下，荆州军成片倒下。汉生，快撤吧，否则弟兄们都要交代在这里了。不撤，带我拿他！来人，将黄将军架走。荆州军玩命似的往回跑，所幸都是步战，曹军没有乘胜追。此时刘备、叔侄俩在大营中焦急的等待。黄将军此战如何？可有斩获？公子，曹军确实来了，但他们不是该走的河谷道口，而是埋伏在那里。曹军点燃芦苇，趁势杀出，我们措手不及，死伤惨重啊！我军伤亡多少？禀公子，阵亡2000余人，轻重伤也有1000多人。我将感觉他们好像知道了我们的计划，分明就是守着我们。大哥的计划如此周密，可曹军却能提前预知，一定是有人通风报信。不可能，这些荆州子弟兵与我袍泽多年，断然不会通曹叛主。我也不相信荆州兵会通敌，想是那夏先生看破了皇叔的妙计，除此没有第二种解释了。真没想到此人城府竟如此的深，我等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公子，此事的确怪我谋事不周，看来以后我要更加小心了。不能再陪你折腾了，这点本钱赔光我回去怎么交代？皇叔，我们在颍川已经滞留得太久了，可能典韦和许褚都已经带着曹营骑兵赶回来了。为避免腹背受敌，我看还是择日班师回荆州吧。刘备已经在想怎么安抚刘琦了，可惜毫无头绪，只差最后一步就能下许昌迎天子。刘备不愿放弃，再一次给刘琦讲述他身为皇亲的责任。这一顶帽子扣下来，刘琦没能承受住。可是那虾人过会近妖，出师以来未尝一败，我们何以为战？公子，这一次让二弟三弟前去斗将，此战必胜。待曹军士气衰弱不敢出关，再一鼓作气攻关。斗将，二位将军可有绝对的把握？公子呀，你还年轻，没经历过一些事情，这很正常。曹营里的将军，在我青龙偃月刀面前，那便是插标卖首。靠，就依皇叔所言。不过请切记，此战也是我军在颍川的最后一战，若是再败，就必须南归了。二弟，小心！哥哥，放心，主公稍后，关某去便回。叔辈可敢出来一战？四弟，这一战看你的了。大哥放心，云长武艺盖世，正好我枪法新成，与之较量最合适不过了。云长，徐州匆匆一别，想不到再见却是沙场之上，得罪了。回去吧，我不想杀你。职责所在，今日怕是不得不与云长一战了。当初在幽州的时候，你不过一介百夫长，俺哥哥却拿你当成兄弟。今天你投了曹贼，做了将军，便敢来挡俺哥哥的路。三弟何须跟此人多言？似这等贪图荣华之人，安能明白何为情义，何为道义？情势所迫，虽非我所愿，也不得不为之。子龙，你难道忘了我们在幽州的日子吗？那些年我们实则同桌，寝则同城，也曾立志匡扶天下。我不知子龙因何如此。若真的是为荣华富贵，于兄愿献上首级，来世再做兄弟。赵云面对刘备的一番煽情的演讲，一时语塞。城关上的虾人实在受不了刘备的把戏，让泽荣上前喊话：“你这厮便是温酒斩华佗的红脸贼吗？”我你妈！关羽不敢让牙尖嘴利的泽荣说下去，直接。湿润了，这座小小的河口关再一次将他崛起的梦想无情的击碎。看着荆州军撤退，城关上的曹军高呼必胜。想不到子龙将军的武艺如此高超，今天我们可算是大开眼界了。我观子龙之勇不下吕布啊！能跟子胜和仲康成天厮混在一起的人，肯定不是省油的灯。
先生，算上今天这一阵，他们已经是连折了3场，估计短时间内不敢攻关了。公子说的是，说不定他们会直接撤军滚回荆州。呵呵，现在还不敢确定他们是休整还是撤军，保险起见，今夜偷袭，再胜他们1场，到时候他们便再没有力量攻关了。如此甚好，今夜就干翻他们。